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很特別的主題，它幾乎是隱形的，但卻跟你我的生命安全息息相關，那就是公共衛生。我們會根據羅拉瑪加尼亞博士的觀點來深入拆解一下，為什麼這個龐大的系統現在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OK， 我們直接切入核心。公共衛生這個領域有一個非常有趣，但同時也極度矛盾的地方，這也是我們今天所有討論的起點。你想象一下哦，有一個系統，它運作的越成功，你就越是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你想過嗎？這種隱形的成功，會不會反過來變成它最致命的弱點呢？這句話真的是一針見血。公共衛生的工作，在什麼壞事都沒發生的時候，就是他最成功的時刻。但問題就來了，這種成功反而創造了一個危險的認知盲點。當我們所有人都習慣了歲月靜好，就會慢慢忘記背後有一群人默默地在守護着我們，直到下一次危機，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時候突然爆發。好，所以首先我們就來拆解第一個關鍵點：隱形危機。到底為什麼公共衛生這種低調、近乎隱形的特性，過去明明是成功的象徵，到了今天卻反而變成一個致命的弱點？所以你發現問題的症結點了嗎？這種幕後英雄式的成功，反而創造出一個大眾理解上的真空地帶。你想想看，在這個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時代，這個真空地帶很快就會被各種陰謀論呢、不實資訊啊，甚至是政治炒作給填完。結果就是整個公衛系統的信任基礎就這樣從內部被一點一點的侵蝕掉了。接下來，我們把鏡頭拉遠，從全球的視角來看，你會發現我們現在面對的健康挑戰，不管是規模還是複雜度，都已經遠遠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關起門來自己解決的了。沒錯，我想 COVID-19 疫情大家應該都還記憶猶新吧？它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讓我們所有人都看見這個世界是多麼的緊密相連。一個城市的病毒真的可以在幾個禮拜之內就癱瘓掉全世界的運作。這場疫情也像一面照妖鏡，把我們過去一直假裝沒看到的全球體系弱點，一次全部照得清清楚楚。而且，你以為威脅只有這種突如其來的病毒嗎？那就錯了。像是氣候變遷這種，我們稱之為慢速移動的危機，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寫全球的健康風險地圖。它會把很多原本安全的地區也慢慢拖進新的威脅範圍裡。這一點我覺得講得特別好，它提醒我們，威脅不單單是從外面來的，很多國家內部其實也正在被慢性病危機給掏空，像是肥胖啊、糖尿病啊這些問題的大流行，同樣需要一個跨國界的合作策略。為什麼？因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比如不健康的飲食文化跟生活方式，早就已經是全球化的現象了。那面對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挑戰，該怎麼辦？光是砸更多錢顯然已經不夠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次從思維到行動的根本性轉變。針對這一點，馬加尼亞博士就提出了3大核心支柱，作為我們重塑公共衛生未來的行動藍圖。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3步驟行動方案。它的目標就是要讓公共衛生從一個出事了才來救火的被動角色，轉型成一個能夠預測風險、主動出擊的全球性力量。這3個步驟分別是：第一，精通健康衛教；第二，建立全球網絡；以及第三，培育未來領袖。接下來我們來一個一個拆解。好，第一步，健康外交。這一點我覺得超級有意思，他把外交能力直接拉高到核心技能的層次。你想想看，現在全世界為了各種政治、經濟議題吵得不可開交，但健康這件事往往是大家還能坐下來好好談的共同利益。所以，所謂的健康外交，它的目的不是要在談判桌上辯贏對方，而是要找到一種方法，可以超越政治分歧，為了全人類的共同福祉來合作。
第二的注談的是規模化，我們必須建立大規模的合作網絡，就像這個學術公共衛生全球網絡。你猜它連接了多少學術機構？超過500個，你沒聽錯，是橫跨6大洲，超過500個頂尖的學術單位。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當一個全新的病毒出現時，透過這樣的平台，我們可以在幾篇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快速共享數據、研究成果，還有那些能拯救生命的寶貴知識。這就是速度，這就是力量。接下來第3個支柱，我覺得也是最根本的，那就是對人才的長期投資。我們必須確保下一代的公衛專家從他們踏入這個領域的第一天開始，就具備處理未來危機所需要的全球視野跟跨領域技能。其中那個60年課程的概念，我個人覺得特別棒。他在提醒我們，在這個變化快到嚇死人的世界，大學畢業絕對不是學習的終點，它反而是一個長達60年職涯學習的起點。你必須不斷地更新你的知識庫，才不會被時代淘汰。好，講完了策略跟戰術，我們來聊聊一個更深層次的東西，那就是領導者的心態。因為就算你有再完美的計劃，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內在羅盤來指引方向，我們一樣會在漫長的挑戰中迷失方向。這句話，我認為精準地抓住了最關鍵的心態。就是我們在跑的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100公尺短跑。我們的使命必須超越眼前的短期利益，也必須超越一時的輿論紛擾。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代表着領導者必須要有那個勇氣，去頂住壓力，堅持做長遠來看對的事情。為了讓這個長期堅持的概念更具體，馬加尼亞博士用了一個來自航空業非常經典的比喻。飛行員在導航的時候有一個所謂的1/60法則，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我來解釋一下這個法則。它聽起來很簡單，但威力超強。他說的是，你的航向只要偏離了僅僅1度，那麼你每往前飛60英里，你就會偏離你的最終目標整整1英里。1度的偏差聽起來是不是很少，對吧？但累積起來的後果卻非常驚人。隨着距離跟時間不斷拉長，那個一開始你覺得微不足道的偏差，最終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這件事情帶給公共衛生領域的啟示是什麼？這非常重要。它告訴我們，必須要時時刻刻進行航向修正。這代表我們要不斷地去檢視我們的政策、我們的資源分配，是不是還跟保障全民健康這個最初的使命對齊。我們絕對不能因為眼前的政治風雨，或是一時的預算壓力，就偏離了正確的航道。所以這就引導我們來到最後的思考，眼前這個看似崩壞的時刻，往往也正是突破的開端。這場全球性的危機，其實給了我們一個絕佳的機會，去重新想象，重新打造一個更強大、更有韌性的全球健康框架，一個能真正造福所有人的系統。問題是，我們準備好要開始動手打造了嗎？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公共衛生的成功反而讓它變得隱形，這在今天成了一種致命的危機。第二，從疫情到氣候變遷，這些全球性的挑戰必須要用全球合作來應對，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第三，我們需要3大戰略支柱：精通健康外交，建立全球網絡，還有培育未來領袖。最後一點，領導者必須具備馬拉松心態，要像飛行員一樣，時刻校準航向，專注在長期的使命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